今日嚟到洛杉磯大火嘅最後一集啦嚇，咁今集咧我哋會講解金木水火土入邊嘅木，究竟森林管理指嘅係乜嘢咧？對於控制我哋嘅山火有冇幫助咧？又係邊一個冇做好相關嘅工作咧？而我哋要住喺木屋入邊啦，房屋嘅結構啦，同埋大家應該要做嘅日常嘅保養維修，又點樣去減低當火災嚟臨嘅時候，我哋遭受到嘅損失咧？咁啦，如果你居住喺美國一段時間咧，身邊有小朋友嘅話咧，又或者經常行山嘅話咧，咁你都會應該見過呢隻紅熊啦，咁即係 Smokey Bear 啊。佢係美國林業局喺1944年製作出嚟，去教育大家去防範山火嘅吉祥物。而當時嘅歷史背景都非常之特別㗎嚇，就係二戰嘅後期咧，有好多嘅消防員都上咗去戰場打仗，同時嘅日本係嘗試去利用氫氣嘅氣球，借住氣流去飄到去我哋美國嘅西岸 ，set 好咗時間掣去引爆炸彈，意圖去引起森林嘅大火。而潛移默化之後咧，山火成為咗人民嘅公敵。只要森林入邊出現咗火種咧，消防員就會馬上嘅撲嚟去救火啊！但係啦，當時嘅社會咧就忽略咗山火咧，其實本身就係大自然自我控制機制啊！亦都係促進生物多元啦，同埋物種進化不可缺少嘅過程。如果大家有嚟過加州優勝美地旁邊嘅紅杉國家公園，即係 Sequoia National Park 啦，應該都會有留意到咧，好多大樹之下咧都有曾經被火燒過嘅痕跡㗎。喺山火啱啱發生嘅時候咧，就只係會喺地表嘅高度去蔓延，對於一啲成年嘅高大嘅樹木咧，基本上係冇乜影響㗎。而過程之中咧，亦都會將一啲比較矮啦，或者係已經死去嘅植物去消除，並且釋放出營養同埋騰出空間俾新嘅物種有生長嘅空間。而正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呢一啲嘅巨杉除咗發展出防火嘅樹幹之外咧，就連佢哋嘅松果都係需要喺火焰之後先能夠釋出嗰個種子。所以咧，如果人類係將所有嘅山火咧都人工去撲滅嘅話咧，其實就係好心做壞事。地面咧係會積存過多乾燥啦，又或者已經死咗嘅植物，成為將來山火嚟到嘅時候咧嗰個嘅燃料，令到野火燒得更加嘅旺盛，為整個森林帶嚟滅頂之災，亦都更加容易擴散到去附近嘅民居。而其實幾百年前喺森林附近居住嘅原住民咧，已經了解到山火對一個健康嘅森林同埋居住嘅人咧係有正面嘅作用㗎啦。會做所謂嘅 cultural burn 文化燃燒，除咗實際空間上面嘅需要，亦都係會喺野火季節嚟臨之前主動嘅喺森林入邊點火。所以咧，其實今日我哋現今科技所指嘅森林管理啦、forest management 啦、燃料管理啦、fuel management、策略燃燒、管控燃燒、prescribed burn、controlled burn， 可能咧就係會同大家網友咧喺一啲嘅幻想入邊咧，將嗰個森林去夷平佢哋啦，係嘛？去鋪水泥啦、去鋪瀝青係唔同㗎。即係其實咧就係模仿緊古人嗰個嘅做法啦，喺適當啦同埋受控嘅情況之下咧，去主動去清理一啲嘅表皮上邊啦、啲嘅乾燥啦、啲死去咗嘅植物，可以係主動放火去燒嘅，亦都係可以用鏟泥車、鏟草機去鏟佢哋，嚟減低野火不受控制嘅情況發生。所以咧，簡單嚟講啦，其實森林管理咧係對我哋防範山火咧係有正面嘅幫助㗎。呢一個咧係社會上邊係科學上面嘅共識，並冇政黨之分㗎。但係咧，有好多不明所以嘅人咧，就去批評我哋加州政府，就講到係我哋係為咗去保護啲樹木，所以咧就冇做好相關嘅工作。呢一個又係咪一個事實咧？我哋先嚟要去理解一下，究竟係邊一個去控制呢個森林，同埋呢啲嘅森林點解一開始係會存在啊？有了解過我哋美國西岸發展嘅歷史同埋地理嘅觀眾啦，都會知道我哋有好大部分嘅土地都係由聯邦政府去控制㗎。例如我哋加州旁邊嘅 Nevada 除咗拉斯維加斯附近咧，其實絕大部分嘅土地都唔係佢哋自己㗎。就算我哋加州都有將近一半嘅土地係聯邦控制㗎。而呢啲嘅土地絕大部分嘅用途，亦都就係空置嘅森林同埋郊野公園。網友你可能會問啦，喂，咁其實點解到咗今時今日，聯邦政府依然要控制咁大片嘅土地，然後等佢哋喺度閒置曬太陽，都唔去攞嚟做發展呢？我哋睇翻歷史當時嘅殖民者啦，當佢哋向美國西部嘅發展嘅時候咧，
嗰個年代咧，只要你係願意啦去呢個西部去做大開發嘅話咧，其實個土地就係屬於你㗎啦。咁啊，我諗你一定就會先去搶三藩市啦，去搶洛杉磯等等一啲地勢比較平坦嘅又有水源啦，上一集講過嘅地方啦。咁啊，你唔會去搶，譬如我哋洛杉磯北部咪有個叫 Mojave Desert 嘅，又或者你去搶頭先講到嘅 Sequoia 嗰啲咁嘅地方㗎。咁啊，所以咧，其實剩翻落嚟一大片嘅土地咧，係一直都係冇人用噶。咁啊，最終咧就留翻俾聯邦政府自己 hold 住啦。咁啊，所以咧繼續去維持佢哋係有一個又一個嘅森林或者係沙漠。咁啊，可以係成為一個郊野公園啦，可以攞嚟做保育啦，又或者甚至如果有人想去開發地下資源都得㗎。咁啊，例如啦，喺我哋加州嘅森林用地入邊咧，扣除咗4成係私人擁有嘅。剩翻落嚟嘅5成7咧，都係屬於聯邦政府擁有㗎。加州各級嘅政府控制嘅咧，就只有3%嘅啫。又例如我哋今次洛杉磯幾場大火嘅山頭啊，亦都就係 Angeles National Forest 同埋 Santa Monica Mountains，咁啊都係分別由聯邦嘅林業局同埋內政部嘅國家公園管理局 NPS 去控制㗎。咁啊，山火之前啦，我諗洛杉磯嘅居民都會經過附近行過山啦。咁你入場嘅時候需要俾嘅停車費都係俾聯邦政府㗎，唔係俾我哋加州政府。咁啊，亦都係因為啦，呢啲嘅土地咧，其實實際佢哋嘅經濟嘅價值咧根本就唔多啊。我哋亦都係唔能夠去奢望我哋嘅聯邦政府咧就會撥好多嘅資源啦去管理呢個森林。而聯邦嘅林業局同埋內政部咧，佢哋用嚟森林管理嘅預算咧，喺特朗普嘅第一個任期加埋一齊都係每年差唔多6億嘅啫。喺拜登嘅時代就升到7億，而且咧我哋喺度講咧呢啲嘅數目咧係用於成個美國所有一共2.38億英畝嘅森林啊。而相比之下，就算我哋加州政府控制嘅森林面積不足聯邦嘅1%，我哋政府每年要用作相同嘅用途嘅錢咧，都係需要講緊2億㗎。另外個比例去對比啊，簡直就係蚊比同埋牛比。嗱，而加州政府同埋聯邦政府喺呢一度嘅關係咧，有啲似我哋之前講到過嘅醫療保險啦，即係病人同埋保險公司嘅關係啊。嗱，你話加州政府係需要喺呢啲聯邦控制嘅土地上面去做我哋頭先講到嘅森林管理啦，咁啊當然就需要佢哋去批啦。咁啊而做咗之後啦，咁我哋又可唔可以攞得翻聯邦相關嘅補助咧？又唔通佢哋唔肯俾錢嘅話，我哋就唔去做咩？咁所以啦，其實喺未來嘅4年啦如果我哋要去加強做呢啲清理工作啦，其實我哋加州政府咧就需要聯邦政府喺資源上嘅配合啦，同埋協助㗎。咁啊，但係就好似我哋上一集講到嘅水資源管理咁樣啦，兩個政府咧佢哋所屬嘅政黨同埋目標都唔同啊，相關嘅工作咧做落去咧就只係會荊棘滿途嘅啫。咁所以咧，大家會睇到嗰個問題嘅根源啊，咁就係唔係好似有啲人咁講啦，就話我哋加州人咧就好保護啲樹木啊而係我哋唔去保護啲樹木，咁呢啲嘅土地又有啲咩嘅用途咧？而如果啦你係住喺加州嘅話啦，咁啊你認為我哋加州政府係要去做比而家我哋更加多嘅森林管理嘅時候，咁樣係咪合理咧？你又係咪願意喺你嘅銀包入邊攞啲錢出嚟去做相關呢啲嘅公益嘅事咧？而另外啦，我都希望大家去了解咧，咁就係其實呢啲森林管理啦、控制燃燒啦，都係有佢哋嘅局限性㗎。我哋加州政府咧係設立咗一個嘅網站啦，等大家去了解係進行過呢啲處理嘅地方。你會留意到啦，其實喺南加州咧係比較少用呢啲點燃呢個成本效益比較高嘅方法咧去進行處理㗎。咁啊，其實原因係非常之簡單啦，因為我哋南加州啦特別我哋洛杉磯咧係三面環山㗎。只要啲污染物咧係一旦沉積喺呢個谷地入邊咧，其實就好難消散嘅。咁所以咧，其實年中咧就冇好多嘅時間咧係可以進行類似嘅燃燒㗎。而又因為啦，其實嗰啲嘅森林咧係咁接近民居啊，有好多嘅程序上面嘅工作咧係需要去進行啦。例如你話要申請各個部門嘅審核啦，你要去通知晒附近嘅居民啦、啲私人嘅業主啦，同佢哋做嘅溝通等等啦。然後你搞掂嗰個時間啦，又可能嗰一日咧天氣情況等等有變嘅喎，咁你可能又要再揀另外一個時間。咁其實嗰個過程咧就唔係話外界係諗得咁簡單㗎。
而假設我哋真係拉開18000里啦嚇，咁我假設晒聯邦政府同埋你加州政府咧，都係願意去增撥資源不同嘅部門咧去增加啲溝通啦，做齊晒我哋以上提到過嘅森林管理都好啦。其實嚴格嚟講咧，都係唔會對控制今次我哋嘅山火咧係有太大嘅幫助㗎。喺一場嘅普通嘅山火入邊啦，其實以普通嘅速度，一粒嘅火舌都可以飛到去幾英里以外，更加唔好提今次我哋咁強勁嘅風速之下。啲火舌好似煙花咁樣去飄過，畢竟呢啲嘅民房都實在起得太過近嗰個森林啊！只要我哋對房屋嘅需求一直增加，我哋就係會將啲嘅屋起得越嚟越近嗰個森林嘅旁邊，令到個火勢更加難受控。咁所以咧，各位觀眾呢幾集過嚟啦，其實都應該聽得出我嗰種嘅 frustration 啦。花咗咁多嘅時間同大家去解釋相關公共嘅基建點樣設計啦、土地嘅擁有權、控制權同埋開發權等等。我亦都不斷嘅強調呢一場嘅山火所引致嘅後果咧係不能避免㗎。咁但係除咗要呼籲各位啦，就真係可以嘅話就避免住喺呢啲地方之外咧，其實大家仲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去保衞自己嘅家園咧？咁所以咧，以下嘅時間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去對你自己住緊嗰間木屋咧去進行一定程度嘅改進啦，同埋去保養啊。咁如果各位觀眾咧係住喺山火風險比較高嘅地方，建議上翻去加州 Cal Fire 嘅網站上面咧，去了解一下防範火災嘅措施。最簡單嘅喺我哋嘅屋嘅旁邊啦，有唔同等級嘅 defensible space 防禦嘅空間。就例如啦，你間屋嘅旁邊嘅5尺咧，都唔好放置任何易燃嘅物品。呢度係包括住一啲可能木製嘅圍欄啦、膠嘅垃圾桶啦、家私啦、植物等等。特別呢個年代啦，有好多人連戶外嘅家私都要喺網上面買，你又係咪可以確定到佢哋係咪易燃呢？而植物同埋一啲嘅樹枝咧，都唔好種到咁近間屋。你可以揀一啲例如係碎石頭等等係燒唔着嘅嘢咧，擺喺地下，而唔係啲嘅木碎膠木碎咧，去做翻一個嘅緩衝帶。當山火嚟到嘅時候咧，火種咧就會比較難咧去蔓延到去你間屋噶啦。又好似我咁比較孤寒嘅話啦，咁你買唔到嗰啲比較靚仔少少嘅碎石頭咧，其實畢竟你去 Home Depot 買咧，一包都要你10蚊8蚊噶啦。你可以去買一啲有時候減價嘅，可能25仙一嚿紅磚灰磚咧，咁你鋪喺門口嘅周圍啦。然後再遠少少噶5尺到30尺中間嘅空間咧，亦都係要定期嘅去清理死咗嘅或者乾燥嘅植物，而樹木咧都要定期嘅修剪。將嗰個樹冠離地下嘅高度咧，留翻最少6尺嘅距離。而喺你哋揀種咩食物嘅時候咧，亦都要考慮一下佢哋嘅防火能力。例如一啲可以長期保持水分啦，又或者充滿油脂嘅咧，就會比較防火。而種植嘅時候咧，亦都係要注意一下植物同埋植物之間嘅空間。最重要嘅都係要定期嘅去確保呢啲嘅植物健康嘅成長。好啦，咁我哋然後拉開少少咁我哋就嚟講一講間屋嘅結構啊。我諗大家細個嘅時候都會聽過3隻小豬嘅故事啦。大家應該都會知道磚屋一定會好過木屋，會好過草屋㗎。就唔會咁容易就俾隻豺狼入嚟放火燒你間屋啦。只不過呢個故事咧就唔喺我哋加州度寫㗎啦。喺加州咧，其實我哋第一個要關注嘅災難咧就唔係火災，而係地震啊。喺火災嘅時候，其實你可以走㗎。間屋冧咗落嚟咧，你就走唔甩㗎啦嚇。而木材去抗地震嘅能力啦、成本啦，同埋你起木屋嘅時候嗰個嘅建造時間咧，都唔係其他嘅材料咧能夠去輕易匹敵㗎。但係呢一度咧就唔代表話木屋咧就一定係會喺火災嚟到嘅時候咧係冇防火嘅能力啊嚇。我諗大家應該都會有睇過今次火災嘅畫面啦，總係會有啲零零舍舍嘅一啲嘅屋係幸存㗎。當然有一啲咧就係運氣使然啦，咁啱咁巧嗰啲嘅火苗就冇落到去間屋嗰度。但係有啲嘅情況咧，都係因為間屋嘅設計造成㗎。例如我哋講一講呢啲木屋嘅外牆啊。咁外牆嘅結構咧就非常之簡單㗎嚇。通常就係一個嘅 2x4 啦、2x6 嘅 stud 啦。甚至咧有啲人用到 2x8 啫。因為咧就為咗去加厚佢咧，就可以擺多啲嘅隔熱啦，去保溫啦。入邊嗰一層咧就係一層嘅 drywall 板啦，又或者呢啲舊啲嘅屋咧就係一層一層揾上去嘅 plaster 嚟㗎。而通常咧外邊就係一層嘅木板啦、plywood 啦或者蔗渣板啦、OSB 啦，然後再視乎你嗰個地區啦嚇，咁可能就有一層嘅 gypsum board 喺出邊。
即係石膏板啦，然後再喺外邊咧就係 siding 啦，即係外牆板啦。咁有啲嘅屋咧可能會揀做 stucco 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咁樣諗個外牆嘅防火嘅能力咧，都應該就唔高㗎啦嚇。咁啊，唯一嘅防火咧就係中間嘅嗰一層石膏板。咁所以咧，其實你要增強嗰個嘅防火效能咧，其實最簡單咧就係起嘅時候咧，將呢層嘅石膏板加厚佢咯嚇。你將由1層加到去2、3層都得㗎。咁你就可以延長呢個嘅外牆喺抵禦火災嘅時候咧嗰個時間啊。我哋所稱為嘅2-hour rated 啦，到3-hour rated、4-hour rated 等嘅 firewall 啊。咁啊，例如啦，你住喺一啲火災風險比較高嘅地方咧，其實消防部門咧係已經預先嘅核准咗唔同嘅廠商係適用呢啲嘅地方防火嘅外牆。如果你住喺其他風險冇咁高嘅地方咧，其實你都可以考慮加多少少錢去升級做呢啲更加防火嘅牆身㗎。而當你去揀呢啲外牆板嘅時候咧，亦都係可以去揀一啲比較抗火能力高少少㗎啦。如果你話你唔中意 stucco 嗰個樣啦嚇，咁啊其實而家都有啲好流行嘅叫做 fiber cement siding。喺外貌上面咧，其實佢哋可以設計到好似木頭㗎。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只係一塊又一塊咧由纖維去加固嘅水泥板。咁啊，當啲火種去掂到啲水泥板嘅時候咧，其實就好難着火㗎。咁啊就唔好用前幾年咧好流行嘅呢啲叫做 vinyl siding 塑膠做嘅外牆啦。咁啊因為咧雖然佢哋成本較平啦，你裝落去嘅時候又非常之靚仔啦，咁但係慢慢舊咗咧，個樣就會變咗好樣衰啦亦都係唔能夠抗熱抗火㗎。咁而假設啦，你間屋咧已經係間舊屋嚟㗎啦咁你又唔能夠去花咁多錢去更換嗰個外牆啦。咁啊其實都有好多個方法咧例如咧係將你嗰個屋簷呢個叫 eave 去封閉起嚟。咁啊，大家可以走出你間屋嘅外邊啦你會留意到咧，你嗰個屋簷嘅下邊咧，通常都係啲嘅 rafter 咧係外露㗎。咁呢個咧其實好正常㗎。咁啊，畢竟咧就唔係話太多人咧就好似啲 architect 咁樣去咁留意啲咁嘅建築細節㗎。咁但係咧，如果你從美觀啦、防蟲啦，甚至係防火嘅角度去睇啦，其實你可以加翻個 soffit 喺個下邊啦封住呢個空間，等到啲火災嚟到嘅時候啦畢竟今次大家睇過嘅畫面咧，其實有好多嘅火舌咧就咁吹到入去呢條罅嗰度咧，令到個屋頂着火，然後間屋着埋火㗎。咁啊，仲有啦可以嘅話咧，去加強清理你個 rain gutters 旁邊嘅樹葉啊、樹枝啦，仲有用一啲嘅雙層玻璃等等。咁啊，都有好多低成本嘅方法咧，係可以增強各位嘅房屋喺大火嚟到嘅時候抗火嘅能力㗎。咁啊，呢度時間所限啦咁啊就冇可能咧同大家講晒所有嘅防火嘅方法㗎啦。咁啊，我都將個 CAL FIRE 嘅網站放喺下邊，等大家自己去睇啦。咁但係總括而言啦，其實以而家嘅建築科技啦、設計方法啦，同埋最重要嘅，大家對你自己間屋咧做好定期嘅維修保養啦。其實木屋咧都係可以好防火同埋好安全㗎。咁啊，我聽過一個陰謀論嘅講法啦，咁就係話呢啲嘅木材嘅行業咧就控制咗成個嘅建造業啊。咁啊喺某個程度上面嘅，其實佢咁講咧就並唔係話毫無根據㗎。木材係我哋美國最常見嘅建築材料，無論係承建商、工程師、建築師，甚至係城市嘅建築部門，對於使用木材去起屋咧，早已經係司空見慣㗎啦。如果你話你想起樓嘅時候係用另外一種材料另外一啲嘅建造方法嘅話咧，不單止你建造嘅時候你嘅成本會高啦，甚至你設計嘅時候圖紙去審批嘅時候，同埋你嘅施工嘅進度咧，嗰個時間咧都會好高啊。咁啊，畢竟咧，其實我哋寫啲咁嘅建築物嘅條例嘅時候咧，背後都係有好多業界嘅聲音。木材嘅行業同埋呢嘅承建商啦，其實佢哋人強馬壯嘅情況之下咧，可能其他好似你講緊係鋼材啦，可能係磚頭啦等等嘅行業咧，就唔能夠同佢去比拼啊。咁啊，甚至啦，好似我哋頭先提到啦，其實如果你喺火災風險比較高嘅地方去起屋嘅時候咧，你就必須係要用到政府預先去審批咗嘅外牆嘅結構啊。咁啊，你就想去用另外一種嘅材料或者係設計嘅話咧，其實你就可能係要求嗰個廠商去同 City 去攞個 permit 啦。咁啊，甚至啦，你係要向嗰個嘅建築嘅部門去申請一定嘅豁免。咁啊，呢一度咧又要嘥你啲嘅時間、啲嘅金錢。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咁樣去諗嘅話咧，其實你係可以真係諗到佢非常之嘅深層政府㗎。咁又或者咧，如果你係自己一個係發展商嚟嘅，咁啊當然你就想起樓嘅時候又快又平㗎。咁啊設計嘅時候，你當然就係會淨係去滿足嗰個法例嘅最低要求。就好似今次我哋火災燒咗咁多嘅舊屋啊，
你話州長等人就希望去協助呢啲嘅戶主盡快去重建，但如果最後又係用翻相同嘅方法去起翻出嚟嘅話，其實同樣嘅災難再一次嘅發生，只係遲早嘅問題。咁所以咧喺美國生活啦，其實有好多嘅事咧都唔應該係完全去依賴我哋嘅政府或者其他人㗎。條例下定明嘅呢啲嘅最低標準咧，其實就係為咗去確保建造嘅成本唔會過高啦，去維持我哋嘅房地產嘅發展啊，同埋我哋嘅經濟嘅增長啊。咁但係以呢啲嘅最低嘅標準咧去起樓咧，其實就並唔代表係大家最好嘅選擇嚟㗎。喺未來如果某一日啦嚇，你有機會去設計啦，或者去起你自己間屋咧，或者係可以去考慮一啲更加安全嘅、更加耐用嘅設計，唔單單令到你自己住得更加安心，甚至你將來要去買到房屋嘅保險嘅時候咧，可能就會攞到少少嘅優惠嘅。咁好啦，咁呢一集咧都同大家講咗好多關於木頭嘅故事嚇，咁都希望各位觀眾咧係更加去了解今次山火背後嘅一啲嘅細節啦。我諗大家都冇諗過咧，我會用一共4集嘅時間咧，同大家講晒金木水火土嘅咁多嘢噶啦。仲有一集嘅其實今日我就係要講人嘅因素啊，咁就係呢場火災之後帶嚟嘅政治格局嘅變化啊。呢一個嘅年代啦，有好多人咧去關注一件時事嘅時間咧，咁就只有嗰幾分鐘啦嚇，最多頂籠咧就1-2日嘅啫。例如今次我哋大火啊，有好多人咧就毫無理由嘅去胡亂嘅指責，簡單嘅花幾秒時間咧就喺社交網站上面咧就撳一個share 嘅 button 啦，係嘛？因為一條魚咧，所以就水龍頭冇水啦；因為一棵樹咧，所以山火就不可收拾。甚至啦因為上屆拜登政府咧就殺咗幾百萬、幾千萬隻雞啦，係嘛？所以就冇雞蛋食咯。又因為可能拜登政府就唔俾佢哋去開採石油啦，係嘛？所以啲汽油咪好貴咯，係嘛？我真心就覺得有啲人咧係故意去挑戰我哋對無知呢一個嘅詞語定義嘅下限啊！我自問咧就冇咁嘅能力冇咁嘅時間，冇可能咧係每一件嘅時事都喺度同大家做咁詳細嘅分析㗎。當然啦，我亦都好感謝身邊嘅好多個網友啦、好多個朋友啦，好有心機㗎，去睇到呢啲咁嘅指控咧，都會花好多嘅時間去做啲嘅 fact check 啦，去做一啲嘅事實嘅反駁啦，係嘛？但係當你花咗咁多嘅時間去做晒咁多嘅工作，畢竟你就好似個專業嘅記者咁樣啦，你整理資料都有一定嘅時間㗎。到咗嗰一刻，其實嗰個社會嘅焦點早已經跑咗去另外一個地方啦。咁樣嘅現實咧，係咪有啲似我哋今次救呢個山火咁樣咁困難咧？你救到一場嘅火啦，咁可能另外有幾個嘅火場啦喺度同時嘅進行。謠言止於智者，我真心嘅希望各位觀眾特別如果你住喺美國嘅一群啦嚇，對於任何嘅事情咧，都先停一停，去深呼吸嘅，去睇一睇資料嘅來源，再去思考一下究竟佢講法嘅背後佢嘅邏輯、佢嘅證據啊，唔好俾事實被謠言輕易嘅掩蓋啊！都希望你中意我哋今日嘅分享啦，可以 like、subscrib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